学好数理化，被困火星也不怕。氢气、氧气2:1点燃，立刻就生成了水。小马浑身冒烟，终于想起来忘算自己呼吸的耗氧量了，隔绝呼吸，再来一次，终于成功了。一块120平的耕地渐渐被水汽浸润，想不到吧？小马不光在火星产水，还要在火星种土豆。看看这地种的，深得种花家真传。先用塑料薄膜建一个保温大棚，再挖回来几筐火星土，凭空造地，还要修上中国发明几千年的田垄，然后拌上自产自销的风干米供肥，土豆切块埋进土里，再倒上一些生命源泉，剩下的小土豆要学会自己长大。几天以前，宇航员小马正在火星作业，突然飓风来袭，锐雾刺破他的宇航服，狂风又把他卷走。宇宙飞船的仪器感知小马已经失去了生命特征，为了躲避飓风，队员们只能放弃他返航。一般情况下，在宇航服破裂的1分钟内，小马就会缺氧窒息而死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当时火星气温极低，他的伤口流血瞬间结冰，竟然冻住了宇航服的破损口。等小马再次醒来，偌大的火星只剩下了他一个人，他只能住在临时基地，暂时吃喝不愁。可是基地配备的食物只有6人份2个月，也就是说只够他一个人吃1年。按照宇航局规划，下一次飞船登陆火星是4年后，剩下的3年怎么办？幸好食物里有生土豆，火星隔离必备佳品。只不过要想种土豆需要大量的水，基地的循环水根本不够。多亏小马化学学得好，知道生成水的化学方程式：2个氢气加1个氧气，在燃烧条件下生成2个水。氢气和氧气好说，基地里储存的固态井分解就能得到，关键是燃烧条件。基地里所有的材料都是防火的，不过并不包括私人用品。小马在队友的箱子里一阵乱翻，找到了一个木质的十字架，相信耶稣他老人家慈悲为怀，一定也愿意出手相助，所以小马毫无芥蒂地切了点十字架木头屑，顺利引燃。虽然中间略有波折，最终小马还是成功制造出了水。在建棚挖土，欧肥播种，很快土豆就发芽了。可解决了食物短缺，另一个难题又摆在了小马面前。4年后飞船降落的地点远在3800公里之外，而他的代步车每行程30公里就要返回基地充一次电。小马最先想到的是关闭车内的空调来省电，可火星最低气温-50度，小马只坚持了一会儿就坚持不住了。而万能的化学再次给了小马灵感，他挖出了被深埋地下的放射性金属，利用它放射时发热的特性，自制了取暖炉。唯一的缺陷是塑料炉箱绝对不能破损，否则直接暴露在放射性射线下，小马会原地暴毙。就这样，代步车行程增加，也不影响取暖。小马放上音乐，飞驰在广袤而空旷的火星上，只要心够大，坟头蹦迪也很快乐。此刻的他并不知道，遥远的地球上正在监测火星表面的科学家发现了异样。这个科学家偶然看了一眼屏幕，瞬间瞪大了眼睛。这段监测火星表面的图像显示，火星上有个大活人。航天局专家团跟进验证，却得出了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结论：火星上的这个活人就是2个月前那个因宇航服破裂而被判定死亡的宇航员小马。没人知道他如何躲过宇航服破裂1分钟之内的缺氧窒息，又如何在缺氧、缺水、缺食物的火星独自坚持了2个月。但专家们知道他一定在苦苦等待来自地球伙伴的救援，可航天局领导却沉默了。不久之前，航天局刚为小马举办了最高规格的葬礼，并且全球通报，现在在告诉外界小马没死，是被抛弃在火星了，那也太丢脸了。而且救援成功了还好，要是失败了，还要在全世界和美国高层面前2次打脸。公共事务专家打破了沉默，按照法律规定，我们要在24小时之内公布消息。领导终于下定决心，从火星救回小马。消息一公布，举世轰动。全球亿万人都在关注着这个困在火星的宇航员，航天局也调动了一切资源，全力营救。首席专家组建立了营救小组，12个火星卫星的权限全部对他们开放，所有卫星轨道对准小马所在的区域进行全天候监测。可监测的卫星图像却显示，小马的活动轨迹很奇怪，它每天重复朝着某一个固定方向探索，一直增加到了78公里。首席专家一眼就看出，小马是在为前往3000
2800公里外的平原做准备。按照美国航天计划，4年后下一艘飞船将会在那里登陆。小马想和飞船会合，可没几天，小马的路线竟然偏离了飞船落点。专家找了一张火星地图仔细研究后，扭头让人给他订机票。不久后，他来到一座早已荒凉的大楼，这里是探路者火星探测器信号接收中心。自从97年探路者与火星失联，这里已经弃用良久。终于，当工作人员重新启动信号接收器，30分钟后，竟然再次收到了来自火星的信号。没错，小马偏离原有路线，前往的就是探路者停止运行的地方。他从黄沙掩埋中挖出探路者，带回基地充电启动了。因为当年的探路者并没有损坏，只是耗尽了电量。地球上，工作人员远程操控探路者发布指令。30分钟后的火星上，探测仪的摄像头突然升高一截，等在一旁的小马立刻跳了起来。他跑回基地，拿了3块纸板，快速写了字，然后正立在摄像头面前，静静等待着。又一个30分钟后，地球上的专家终于接收到了几张火星图片，电脑很快拼凑出了火星上的画面。画面中间的纸板上是问题，你们能看到我吗？左边选项能，右边选项不能。大楼传出一阵欢呼，他们立刻给出了新指令回答。30分钟后，火星上的摄像头缓缓转向左边，能。就这样，火星上的小马和地球上的营救小组取得了联系，一个完美的营救计划也在地球和火星之间达成共识。小马在火星基地原地等待，6个月后，火星发射器将会为他投送一次补给。4年后，飞船直接降落到火星基地接他回家。可是，投放补给的发射，为了将原本9个月的周期缩短到小马食物耗尽前的6个月，发射前发射器放弃了例行检查。这个火星发射器造价超过100亿，却仅仅搭载了几吨不值钱的食物，发射升空时还吸引了全球几十亿人的关注。主持发射的美国航天局也开始欢呼，可是下一秒发射器栽倒，直接爆炸，屏幕前的几十亿观众全都揪起了心。没有发射器投送的食物，被困火星的航天员小马根本无法再坚持2年半，等来飞船登陆火星，带他回家。更惨的是，就算美国愿意再花上百亿造一个新的火星发射器投送食物，时间上也根本来不及了。没人知道，大洋彼岸的中国成了美国人最后的希望。此刻的中国航天局正在秘密进行火星探测项目，手中刚好有一个研发成功的火星发射器，却无人知晓。就算中国保持沉默，也没人会知道。相反，如果中国拿出发射器，自己投资上千亿的项目铁定泡汤。可中国航天局犹豫过后，还是拿出发射器与美国展开合作，营救小马。第2次火星发射提上日程，可火星上却又出事儿了。一场飓风来袭，吹破了种土豆的大棚，仅仅一个瞬间，地面结出一层厚冰，所有的土豆都被冻死了。食物越发短缺，而投送食物的日子却越推越远。小马每天只能吃1/3片面包的1/3，还把止疼片磨成粉当调料吃。没人猜得出，在他被活活饿死之前，投送的食物究竟能不能到。就在此时，航天局来了一位天体运动学家，当面和航天局领导演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营救计划。小马队友乘坐的那艘飞船不是离地球很近了吗？就让他们返航回火星，救回小马。计划具体是这样的：等飞船靠近地球，先和中美联合发射的火星发射器对接，获得离心加速度后，再次飞向火星。经过200多天的航行，飞船抵达火星附近轨道后，再次对接搭载小马的火星发射器。航天局领导听完计划，只说了一句话 ：Get out。这个计划真的太危险了，2次高难度对接，只要出一点差错，死的不光是小马，还有他的5个队友。为了救1个人，再搭上5个人，不值。没想到天体运动学家偷偷把这个计划透露给了小马的队友，而他们集体决定瞒住美国航天局返航救人。所以不久后的某一天，航天局震惊地发现，他们失去了对飞船的远程控制，整船的航天员叛变了。现在航天局唯一能做的就是协助做好一切准备工作。最终，中美合作的发射器顺利升空，和飞船完美对接。飞船又经过200多天的航行，来到了火星附近轨道。而小马也按照要求卸掉了火星上发射器的玻璃和盖子，以及一切不必要的重量，只留了一个固定它的椅子，裸机发射升空。按照最初计算，半个小时后他们刚好能对接。可根据实际速度计算，他们的轨道将会相差68公里。队长
临危不惧，想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，炸掉一节飞船，利用爆炸冲击波给飞船提速。可是顺利完成提速的飞船距离小马依旧还有300多米，而他们的绳子只有240米，在太空60米咫尺天涯。幸好被发射加速震晕的小马醒了过来，他对准飞船的方向，再一次划破了自己的宇航服，靠着溢出空气的反推力冲向了飞船，最终顺利完成对接。在经过200多天航行，飞船返回地球，这场延续数年、耗费数百亿、惊动全世界的火星救援落下了帷幕。上一次如此惊心动魄的救援，还是在2战时期，拯救一个美国的大兵，被救的也是小马。